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怎样用这个 Flutter Flame 这个 Game Engine 来复制一下这个经典的游戏，也就是魂斗罗 Contra。先讲一些废话，但是我觉得这些废话呢是很重要。当你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呢，你会对我们这一期的视频的讲解的内容会更加清晰一些，以及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留言区里面看到有人留言说，可不可以用一个系列的视频来讲解一下怎样更好的应用 Flutter Flame 这个 Game Engine 来做游戏。我想如果用自己做的一个游戏的话，它的认知度有可能不是很高，所以呢，我还是决定用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游戏给大家做一个讲解。这样的话呢，我希望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Contra 这个游戏呢，它是看似比较简单，但是呢，它在一个横版闯关游戏里面，所有的基本元素它都有了。尽管它是一个1987年发放的游戏，但是呢，它制作的精准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决定用 Flame Engine 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来编译它所有的所有功能。这一期视频呢，我准备至少用2期来把它讲完，因为它涉及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会耐心的看下去。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跨平台游戏的话，如果你真的了解了我们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内容的话，你就会少走好多的弯路，而且做起游戏的话会更得心应手一些。今天的视频里面的干货非常多，主要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制图的简单的技巧，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提到过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玩家他的这个 sprite sheet， 也就是精灵图的设计，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游戏编译的一部分。第3个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 code 的构架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游戏呢，它的越简单的时候呢，它的构架呢就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当这个游戏的复杂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这个 code 的构架呢就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这3部分。好，我们先来声明一下，尽管我们是想来复制一下这个经典的 Contra 这个游戏，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来达到100%的复制，所以呢，大致上90%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当我们运行这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角呢，也就是这个玩家呢，我们可以8个方向走来走去，上下右左斜上斜下，而且我们可以降落。入水以后呢，这时候呢，它的状态又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它在这个水里面呢，它有水里面的相对应的一些动作。这时候我们可以爬到这个草坪上面，再跳过来，再跳过来，再跳上来。这些呢，几乎就是跟这个原版的游戏是一样的。你会看到有可能会有一点出入，但是呢，大致是这样子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走到桥的时候呢，这个桥就会爆炸。好的，我们继续走。我们上来，再跳上来，再跳上来。我们还可以下来，再过来，又爬上来。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玩家就会死去。死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动画。再往上看，这时候这个玩家呢又从上面重新获得一个新的生命，又下来继续战斗。看，在原版的这个游戏里面呢，如果我们这个玩家下面它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物的时候呢，我们跳不下来。如果下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跳下来。待会儿呢，我们会讲一下怎么来做这个。
而且你会看到，当我们这个游戏呢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 camera 就是镜头会跟着我们这个玩家走，但是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呢，它呢就不会跟着我们这个玩家走。OK， 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走到这个关卡。在关卡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又有个障碍物，意思说呢，当我们走到这个关卡的时候呢，这个玩家呢就没有办法再往前移动。所以呢，大致呢，我们做的这个 demo 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先讲第一个，就是制图。在制图的过程中呢，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的 layer， 这些 layer 呢，我们尽量要给它一个把相似的一些东西呢放在同一个 layer 里面，而且呢，记住给他们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名字。这样的话，当你看到这名字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这个 layer 里面放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这边第一个呢，它是一个 base， 也就是整体的背景呢是黑色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再加个 star， 也就是星星。把星星加进来以后呢，它就是放在最底下的第二层。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再加水。加完水以后呢，它们上面一层呢就是这个波浪。波浪呢就是在这个石头跟这个水交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再把这个树再加进来，也就是 tree。这样的话，你会感觉我们制图呢，就是客观性非常好，而且呢，你会觉得很有格局，而且很有 organized 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再上一层呢，加的就是这个石头。这时候呢，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在上面我们加这个 snow， 就是这个雪山。我们在上面呢加了一个桥。但这桥呢，因为它有爆炸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们不能把它静态的放在这个 tile 上面，我们需要用我们的 code 呢把它加进来。最后一个上面一层呢，就是这个 collision， 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会在这个草坪上面跟水上面要加这个障碍物，这样的话呢，就会防止呢这个游戏的玩家无限制的掉到这个游戏的下面边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不见这个玩家了。在这里面，我想讲一个这个技巧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ock， 我们先把它先删几个，是吧？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想来画图的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呢从这个右边的这个 tile set 再找这个图片呢来画，我们可以这样做，先把它取消。我们可以呢这个先选择它以后呢，我们是用这个右击来选择它以后呢，sorry， 用右击选择它以后呢，它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刷子里面的内容。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来复制过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在我们这个地图里面找我们想要的东西呢，再来这个绘图。好了，这里面是 rock。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绘图的一个技巧。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玩家的他的这个精灵图的制作。因为我们这个 Contra 里面呢，它的动作呢非常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有25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来看一下这个制图设计的这个理念跟注意的事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动作。
如何呢能把它以最完整也是最准确的方式来呈现在游戏里面呢？我们在这里面先给加个背景，然后呢给加个中间线，因为我们这个玩家呢，他的主要方向是在左跟右，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在左右呼唤的时候呢，它是尽量以对称的方式来呈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制图的时候呢，每一个 pixel 呢都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每个像素呢都是非常重要。当我们把中间这个线加上来以后呢，这就是我们中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轴呢来做一个对称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图片呢都是左右对称的。当我们做完以后呢，不要忘了，当我们要 export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guide 呢跟这个背景图呢全给删掉。我们用的必须是这个透明的PNG 的 file。好，这个玩家呢的注意事项呢就是这样子。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主程序是怎样写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初始化这个 Flutter Binding， 然后呢，我们定义我们这个游戏呢是横版的游戏，而且是全屏的。紧接着，我们再创建一个 Contra， 也就是这个游戏这个 widget。在这里面，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定义这个游戏的大小。我们是通过这个 Camera 的 Viewport 来做的。在这里面，我们用的是 Fixed Resolution Viewport。这里面我们给它大小呢就是宽度250。高度240，这两个值呢是通过原版的 Contra 里面的宽和高来确定的。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定义了5个 Event Bus，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呢都是一样的，逻辑上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一一来讲，我们待会儿呢就会拿其中的一个来做一个讲解。这个 Key Event 呢就是我们来监听用户呢，他按的是哪个 key？Touch Water Event 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什么时候这个玩家在水上。Touch Wall Event 呢，他做的事情就是，任何时候我们跟这个 wall 呢有碰撞的时候呢，我们会接收到这个信息。In Air Event 呢，就是会告诉我们这个玩家现在是在空中还是在地上。Spawn Event 呢，就是当用户当玩家呢牺牲以后呢，重新在恢复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到这个 event。来看一下这个 Contra 这个 class 里面的 onload method， 在这里面呢，我们先读取这个地图的信息，然后呢把它加到游戏里面，然后呢再通过地图里面这个 object layer 呢来拿到所有的碰撞的信息，然后呢创建这个 wall， 再加入2个桥，这2个桥呢就是游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自动爆炸的2个桥，创建这个游戏的玩家，然后呢把它加入到游戏里面。这时候呢，我们还会创建4个生命条。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下这个 position type， 而且这个 position type 呢，我们用的是 viewport。原因呢是用这个 viewport 呢，主要是当我们用户呢，当我们这个玩家呢在游戏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我们不想让我们这个生命条呢也随之来运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固定到我们的屏幕上面。无论这个玩家走多远呢，它永远都是在同一个位置里面呈现出来。这个 viewport 这个 position type 呢，一般来说呢，在做游戏的HUD component 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几乎就是这样。比如我们想在这个游戏的屏幕上面时时刻刻呈现一个时间呐，或者是分数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 position type viewport。紧接着后面我们又加入一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是在原版的游戏里面没有的。
下面呢，我们又加入了一个 Screen Hitbox。当我们加入这个 Screen Hitbox 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玩家呢，在碰到这个屏幕的边界的时候呢，就会得到通知说你碰到了这个边界，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这里面做的事情就是确保这个玩家不会出界，在左边、右边。如果下边的时候我们碰到它底部的时候呢，这时候就说明这个玩家呢掉进了这个深渊里面，所以说呢，我们需要重新呢再给这个玩家一个生命。下面这个 Spawn Events 呢，我们就是在这监听这个 Spawn 这个 Event。当我们收到这个 Spawn Event 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创建一个玩家呢，把它加入到这个游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呢，这是我们这个 Player 这个 class， 在这个 Player class 里呢，我们这个 OnCollision 这个 method 呢，也就是监听这个碰撞的这个 method 里面呢，我们会在这里面，如果呢它是跟这个 Screen Hitbox 碰撞，而且呢这个玩家还没有牺牲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面就创建了一个这个 timer， 这个 timer 呢，我们就给了它一个时间，然后呢，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来发送这个 event。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 main 这个 class 里面呢，就会收到这个 spawn 这个 event， 然后呢，再重新把这个玩家加到这个游戏里面。在这个 update 这个 method 里面呢，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让这个 camera 呢来跟踪我们这个玩家，然后呢，在这个 onKey event 这里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当玩家呢按住任何的 key 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发送这个 key 呢被按住了这个 event。当呢这个 key 呢被松开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再给他播放一个这个 key 呢被松开的 event。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main class 呢就讲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layer 是怎样编译的。首先呢，它是一个 Sprite Animation Group Component。这个 class 呢，它支持一个玩家呢有不同种的这个动画，它而且有一个 state， 它是根据这个 state 呢来判断我们这个动画需要用哪个动画来呈现这个玩家。它呢，这个 state 在这里面就是这个 player states。我们在这里面有20多个 state， 你看有上下左右、斜上斜下，在水里面的左边、水里面的右边、水里面潜水，等等。因为呢它需要做碰撞处理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用到了这个 collision callbacks 这个 mixin。在这个 constructor 呢，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做的事情呢，我们用一个 key map 把我们所有支持的这些键盘的这个键呢放在里面。我们在这里面支持呢就是 A、D、W、S、J and K。在这里面我们会给它一个每个呢 key 呢是这个键盘的这个支持的键盘的这个 key。这里面它的这个值呢就是一个 boolean 的值。当它是 true 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 key 呢被按住了；如果是 false 的时候呢，这个 key 呢就没有被按到。所以呢，我们这个玩家呢整体的构思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哪个 key 呢被按住，哪个 key 没有被按住。通过这些信息呢，我们来判断我们现在应该用哪一个动画来表现这个玩家，而且也是通过这个 key 的信息呢来判断我们现在应该向左或者向右或者向上来控制玩家运行的位置。Key event 呢，在这里面我们监听的就是哪个 key 呢被按住了或者是被松开了。Touch water event 呢，我们在这里监听的就是玩家是不是跟水有接触。In air events 呢，我们在这里监听的是玩家呢是否在空中。最后一个呢就是 touch wall event， 这时候呢，当玩家跟这个
任何的障碍物有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面就会得到通知。Update hitbox， 因为每个动画呢，它的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在每一个这个动画的上面呢，给它加一个 hitbox， 这就是我们根据这个 player state update 这个 hitbox。看 go down 呢，就是当用户呢想降落从这个石头上降落到水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判断，就是看看这个玩家可以降落吗？我们是怎样做的呢？首先呢，我们是根据这个玩家的现在的这个player state 呢，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横向的位置，然后呢，在横向的位置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它做一个矩形，一直延伸到这个游戏屏幕的底下。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矩形呢，是不是跟任何的这个 wall 呢有接触？如果有接触的话呢，这时候就说明我们这个下面有东西可以阻拦这个用户，我们这时候就让这个用户呢，这个玩家可以下降。如果这个 box 呢跟所有的 wall 都没有接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用户如果下降的话呢，他就会掉到这个深渊里面牺牲，所以呢，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看 go down 他做的事情就是这些。No key 这个 method 呢，它做的事情就是当用户没有按任何键盘的时候呢，我们来判断下我们应该用哪一个 animation 来呈现这个玩家。同样道理呢 ，one key 呢就是用户只按了一个键，two key 呢就是用户按了2个键，three key 呢用户就按了3个键。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 calculate state 这个 method 里面呢，我们就是借助刚才我们写的这个4个 method no key, one key, two key 跟3 key 来判断我们现在玩家的这个 state。首先我们从这个 key map 呢，把所有的这个按的键呢给拿出来。如果呢没有任何的键被按的时候呢，我们就用 no key。以此类推，如果有1个键、2个键、3个键，我们就调用它相对的这些 method。在这个 update 这个 method 里面呢，我们先来判断最新的这个用户这个 player state，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 player state 我们做一个 switch。如果呢它是 right run 的时候呢，就是向右跑的时候呢，我们来给它一个横向的一个速度。如果它是向左走的时候呢，我们给它一个相反的值。整体呢，我们在这里面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状态呢，这个 player state 呢，来给它一个横向的速度跟纵向的速度。纵向的速度呢是在这个如果用户呢玩家呢按了这个跳的这个 key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它一个向上的一个速度。jumping 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面就给它一个速度。我们在这里面用这 speed y。当我们把这个横向的速度跟纵向速度呢，都找到的时候呢，我们创建一个 vector 2， 然后呢把它传给这个 position。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玩家呢就会在屏幕上走来走去。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播放一个 event。在这个 event 里面呢，我们会播放这个用户呢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跟他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信息。最后呢，在这个 onload 这个 method 里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 animation 呢全给加载进来，然后呢再创建一个 animation 这个 property。
在这里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 animation 呢给 load 进来，把它放在这个 animation 这个property 里面，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一个default player state。因为呢每个 player state 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 hitbox，我们这时候呢再把这个 hitbox 呢也加载给这个玩家。最后呢我们在这里再加入一个 wall sensor， 这个 wall sensor 它的作用就是如果这个 sensor 呢它跟这个 wall 有接触的时候呢我们的玩家呢肯定就不是在空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all sensor 是怎样来写的。wall sensor 呢它是个 rectangle component， 然后呢它有了这个 collision callbacks 这个 mixin。 在这里面呢当我们跟这个 wall 呢有碰撞的时候，而且这个 wall 呢它不是 fortress 呢就是在关底的那个机器，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碰撞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它呢没有在空中。这时候我们就是 in air event 呢，我们就来播放这个event， 告诉这个玩家说我们现在没有在空中。当我们呢在这个碰撞结束的时候呢，意思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 wall， 我们现在肯定是在空中。这时候呢，我们播送的这个 event 呢，就是说现在用户呢在空中。我们为什么要做在空中的这个判断呢？因为呢，如果在空中的时候呢，我们用户呢是不可以按这个跳的键，因为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不允许这个玩家在空中可以连跳。再来看一下今天最后的一个 component，它就是 bridge。这个 bridge 呢，它是由4个destructible bridge 呢来组成的。我们看一下，我们是怎样来写这个。首先看一下这个 destructible bridge， 这个 destructible bridge 呢，就是它自己可以毁灭的这个 bridge， 它是个 sprite component。我们在这里面 load 呢，就把这个 sprite 放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 explode， 也就是这个爆炸的这个 method。当爆炸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加一个 animation， 就是爆炸的这个效果。然后呢，再给它一个 timer， 这 timer 就是说呢，在爆炸的时候呢，20毫秒以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destructible 的这个 bridge 呢，从它的 parent 里面给去掉。我们再回到这个 bridge 这个component， 这个 bridge component 它是个 position component。在 Flame Engine 里面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 composability， 就是可组合性。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创建了，在这个 onload 里面呢，我们创建了4个 destructible bridge， 然后呢，我们把它呢组合在一起呢，就变成了我们最后的这个大的这个桥。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来。这时候呢，我们会记得我们这个 player 呢，它有一个，它时时刻刻呢会帮我们就是播放这个 player information。在这里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呢，我们时时刻刻的来监听呢这个 event。当我们得到这个 event 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用户的他的位置。当这个用户非常接近我们这个桥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就会引爆这个桥。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100毫秒的时候呢，我们把最左边的这个 bridge 呢给它引爆。紧接呢，再过400毫秒的时候呢，我们把中间的第一个桥呢给引爆。再过400毫秒呢，我们把中间的第2个桥给引爆。再过400毫秒，我们再把最右边的这个给它引爆。最后呢，再过400毫秒，我们就把这个桥呢整体给引爆。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当我们这个用户呢，当我们这个玩家呢，在接近桥的时候呢，桥会自动引爆。好，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及订阅。
如果有问题的话，不要忘记到我们的 Discord server 上来询问。好的，先这样，我们下期再见。